母亲只是来我家暂住3天，妻子脸就黑了3天。她每日3餐准时摔碗，我努力忍着，直到中秋节前夕，秦婉跟我说他爸要来住几天，让我好好招待。结果我反手就将岳父送进了 ICU。我爸无肉不欢，明天下班你去菜市场多买点好肉回来。行，我肯定让他满意。第2天傍晚，丈人秦建国提着2盒月饼，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向来好面子，一进门就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圈，仿佛这是他的领地。爸您先坐，大勇在厨房做饭呢，马上就好。就在这时，我端着盘子走了出来。爸您来了，快吃饭吧。秦婉满怀期待地看过来，下一秒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只见我做了一桌子绿油油的蔬菜，连个肉星子都看不见。秦婉当场发飙：林大勇，你是不是有病？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买肉，你弄这一桌子草给谁吃的？秦建国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但他依旧端着架子不说话，只是咳嗽了一声，而我却平静地看着秦婉。你喊什么？老年人肠胃弱，多吃绿色蔬菜对身体好。我呸！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我爸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给他吃这个？你赶紧给我下楼去买烤鸭。秦建国在一旁面子挂不住了，赶紧压着火气打圆场。行了，小婉，大勇也是一片好心，吃点青菜挺好，挺好。我满意的看着秦建国的反应，随后拿起一旁的水杯递给他。就是，来，爸，喝水。就在秦建国准备接水杯的那一瞬间，我手腕一反，啪的一声，玻璃杯直直的砸在地砖上，摔得粉碎，水花溅了秦建国一裤腿。秦建国吓得猛地缩回脚，脸色铁青。秦婉尖叫起来，随后把我拽到一边。林大勇，你要干什么？我冷冷的看着秦婉那张扭曲的脸，随后凑到他耳边轻声的说：别激动啊，我这不是学着你的样子做事吗？前几天我妈在的时候，你不是也这么摔杯子摔碗的吗？怎么换成你爸这规矩就变了？这句话噎得秦婉一个字也憋不出来。秦建国一头雾水的看着神神秘秘的我和秦婉，碍于面子硬生生把火气咽了回去。到了晚上11点，父女2人都回房睡觉了。我来到客厅，将电视音量调到了最高，震耳欲聋的枪战片音效瞬间在整个房子里炸响。不一会儿，主卧的门就被猛地推开，秦婉披头散发的冲出来，压低声音怒吼：林大勇，我爸才刚睡着，你赶紧把电视关了。看着我盯着屏幕无动于衷，秦婉再次发飙：你到底想干什么？道歉。什么？为你在我妈面前摔了3天的碗道歉，否则这电视开一整宿。我靠在沙发背上翘起2郎腿，秦婉气得浑身发抖，眼眶通红。但听着次卧里秦建国翻身咳嗽的声音，他咬紧了牙关，低声下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对不起，我不该摔碗。我轻笑一声，按下了电源键。看着他屈辱的背影，我心里升起一阵报复的快感。经过这次事件，秦婉彻底感受到了我的变化，但秦婉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主。于是第2天，为了安抚他爸，也为了向我宣战，秦婉破天荒的起了个大早。他跑去海鲜市场和精品肉店买了一大堆昂贵的食材，在厨房里忙活了整整1上午，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就等着中午和他爸好好享用。爸，快来尝尝，这帝王蟹新鲜着呢。秦婉把最大的蟹夹到秦建国碗里，得意地瞥了刚进门的我一眼，那眼神充满挑衅。看吧，离了你我照样能让我爸吃好。我看着那一桌子山珍海味，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粗鲁的砸门声。谁呀？只见门外站着4个膀大腰圆、满身烟味的男人。这可是我特意叫来的一群狐朋狗友，其实就是隔壁工地的几个爱蹭吃蹭喝的包工头兄弟。大勇兄弟，听说弟妹今天做大餐，兄弟们特意来给你捧场啊！领头的光头老李扯着嗓门大喊，一边说一边大摇大摆地挤进门。林大勇，他们是谁？我几个铁哥们儿刚好路过咱们小区，我寻思着家里今天菜多，就叫他们一起吃点。来，你们别客气，随便坐。4个壮汉硬生生把原本宽敞的餐桌挤得满满当当。老李一屁股坐在秦建国旁边，浑身的汗味直冲秦建国鼻子。哎呀，弟妹这手艺可以啊，这大龙虾。大壮连手都没洗就直接上手抓起一只大龙虾，用力一掰，虾汁溅了秦婉一身，气得秦婉舌头都打上了结。你吃，别跟大勇客气。接下来的一幕对秦婉和秦建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群人如同蝗虫过境，风卷残云。雪花牛肉一筷子夹走半盘，帝王蟹被他们嗦的壳子都溜光水滑，吃剩下的骨头和蟹壳直接放回盘子里。老李甚至开了一瓶家里珍藏的20年陈酒，还拉着秦建国一起喝。老爷子，来走一个，这大螃蟹就得配白酒。秦建国脸色铁青，嘴角抽搐着，但碍于长辈的面子，只能隐忍不发。他自诩是个有身份的文化人，可看着自己碗里仅剩的一块白饭，气得连筷子都在捏，内心已对我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秦婉气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里仿佛淬了毒。林大勇，你给我进来！秦婉咬着牙把我拉到厨房。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明知道这菜都是我给我爸做的。老婆，朋友既然来了，总不能赶人家走吧？再说了，昨天我弄素菜你嫌寒酸，今天这么丰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不好吗？我这可是为了给你挣面子啊！秦婉被我噎得说不出话。等我们回到餐厅，桌上的盘子已经比脸还干净了。大勇兄弟，弟妹这手艺绝了，那我们就不打扰老爷子休息了，撤。兄弟们慢走啊，下次再来。秦建国看见丰盛的饭菜被一扫而光，只留下一桌子狼藉和满屋子的烟酒味，终于忍不住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桌子上，随后猛地站起身，铁青着脸走回了客房。这才只是开始，秦建国，既然你女儿那么喜欢用你来压我，那接下来我就要让你知道，来我家享福是要付出代价的。经过昨天中午那顿狐朋狗友的洗礼，秦婉和秦建国这一晚睡得显然极不踏实，而我却在凌晨5点就兴奋地爬了起来给他们做早饭。既然秦建国嫌弃我招待的不好，那今天这顿早饭我必须给他安排点猛料。我特意去早市买了最新鲜的食材，还去中药房买了一小包磨得极细的巴豆粉，
厨房里，我哼着歌熟练地剁着肉馅，只是这肉馅里我掺了足足半斤切得稀碎的极品小米辣。为了防止辣味提前挥发，我特意用厚厚的面皮将它们包成了精致的小笼包。紧接着我又切了一盘腌制的老咸菜，这咸菜本就齁咸，我又毫不吝啬地往里倒了半罐子精盐，搅拌均匀后，表面上看起来油光水滑，毫无破绽。最后是今天的重头戏——现磨豆浆。我将那包巴豆粉悉数倒进了滚烫的浓豆浆里，等到早上8点，秦婉才打着哈欠，挽着脸色依旧不太好看的秦建国走出了卧室。爸，婉婉快来吃早饭。昨天中午的事儿是我没安排好，今天这顿早饭我可是凌晨5点就起来亲手做的。爸，您尝尝我的手艺，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我满脸堆笑的将热气腾腾的小笼包端上桌，秦建国冷哼了一声，但看到桌上卖相极佳的小笼包，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一向自诩是个大度的人，便端着架子坐了下来，夹起一个小笼子吞了进去。3秒钟后，秦建国的脸色瞬间从红润变成了酱紫色，极品小米辣的汁水在他的口腔里瞬间爆炸，辣得他眼泪狂飙，疯狂咳嗽起来。哎呦，爸您怎么了？是不是太烫了？我赶紧装出一脸关切的样子。秦建国辣得说不出话，下意识地去夹桌上的咸菜，想压一压辣味。一大筷子高盐度的咸菜塞进嘴里。呸！这是打死卖盐的了吗？哎呀，可能是我刚才手抖放多了一点盐。爸，快喝口豆浆压压，这是我亲手现磨的，原汁原味，一点糖都没放。我急忙将那壶特制的豆浆推到他手边，贴心的倒了满满一大杯。秦建国在又辣又咸的双重折磨下，根本来不及多想，端起那杯豆浆一口气全灌了下去。他这才长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爸，好点没？再喝一杯去火。我又殷勤地给他满上，就这么一来二去，一壶加了料的豆浆被秦建国喝得干干净净。秦婉在一旁看着，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我这副低声下气、鞍前马后的狗腿模样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也就翻了个白眼，没有发作。爸，昨天让您受委屈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待会儿我带您去市中心最高档的商场，给您挑2身好行头，我买单。一听最高档和我买单，秦建国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这人最好面子，一想到能穿着名牌出去跟老伙计们吹嘘，刚才的不快瞬间烟消云散。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我带着秦建国来到了一家意大利手工男装奢侈品店，这里的衣服随便拿出一件都抵得上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秦建国一进店就被琳琅满目的高级面料晃花了眼，背着手在店里踱步宛如领导视察。我的目光锁定在一套暗金色的真丝唐装上，只因标签上写着100%桑蚕丝，而秦建国对蚕丝严重过敏。以前秦婉给他买过一条真丝围巾，他戴了半天就起了一脖子红疹。爸，您看这套唐装怎么样？穿在您身上绝对有大老板的派头。我拿着在秦建国身前比划，秦建国眼睛都直了，爱不释手地摸着那丝滑的面料。哎呦，这衣服看着就上档次。秦婉一摸，脸色顿时变了。林大勇，你疯了！我爸对蚕丝过敏，你不知道吗？啊，过敏？婉婉，你也没跟我说过啊。我就是看着这衣服最贵最好才想给爸买。说着，我故意翻出吊牌，露出上面19800的价格标签。秦建国一看到那将近2万块的价格，眼睛瞬间亮得像通了电。他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贪婪和虚荣瞬间战胜了理智。秦建国一把从秦婉手里抢过衣服，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我那是对劣质蚕丝过敏，这可是进口的高级货，那能一样吗？你这丫头就是心疼钱，舍不得大勇给我花钱是不是？”爸，我不是心疼钱，我是为了您的身体。闭嘴！大勇一片孝心，你在这挑什么刺？我就要这件。大勇，带爸去结账。秦婉气得满脸通红，咬着嘴唇死死瞪着我，却不敢再多说一句。我忍着心里的狂笑，毕恭毕敬地引着秦建国走到收银台。先生您好，一共是19800元，请问微信还是刷卡？我自信满满的掏出手机准备付款，然而下一秒我就变了脸，紧接着猛地一拍大腿，装作焦急万分的样子。哎呀，坏了，我手机昨晚忘充电了，这会儿刚好没电关机了，今天还换了裤子，钱包也没带。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秦建国原本高高昂起的下巴僵住了，柜姐的眼神里瞬间透出一丝敌意。爸，您看这事儿闹得太对不住您了，要不这衣服咱们先别买了，等我回去拿了钱再来。那怎么行？秦建国觉得自己的脸面被按在地上摩擦，尤其是柜姐那个眼神比杀了他还难受。我赶忙凑到秦建国耳边，压低声音说道：“爸，真是对不住，其实我刚发了2万块钱的年终奖，加上我平时的私房钱，家里一共放着4万块现金，本来就打算今天全孝敬您的，要不您先垫付了，等回了家我把那4万块钱全给您。”一听到2万换4万还能白的一套高级唐装，秦建国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又闪过一丝金光，心里打的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了。随后温和地对我说：“嗨，多大点事儿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垫不垫的？这衣服我喜欢，我自己买。”爸，您真是太大度了，我回去立马把4万块钱拿给您。秦婉在一旁看着眼含热泪的我，眉头紧锁，但看着他爸那副志得意满的模样，他明白如果现在阻拦，只会换来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秦建国等不及回家，就直接换上了那套真丝唐装，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商场。回家的路上，秦建国特意坐在副驾驶上，不时地对着后视镜欣赏自己这身昂贵的唐装。但随着车子驶入拥堵的路段，异变陡升，只听秦建国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扭动了一下脖子，伸手在领口处用力抓了2把。我用余光瞥向他：“怎么了，爸？这衣服怎么感觉有点扎人？”秦建国眉头紧锁，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从脖子抓到了手臂。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脖梗处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浮现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秦婉听到动静，从后座探出头来，一看秦建国的脖子，顿时惊叫起来：“
爸，你是不是过敏了？我都说了不能买蚕丝的。别吵，痒死了！大勇，开点冷风。好嘞，爸。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默默倒数。蚕丝过敏只是开胃菜，真正的主菜是那壶加了巴豆粉的浓豆浆。下一秒，一阵如同雷鸣般的长鸣音在狭窄的车厢里炸响，声音之大，连后座的秦婉都听得一清二楚。秦建国原本抓挠的双手猛地僵住了，脸色瞬间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的双手猛地捂住肚子，腰一下子弯成了虾米。哎呦，我的肚子！大勇，快找个厕所！爸，前后都堵死了，哪来的厕所啊？我故作为难地看着前面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哎呦，憋不住了！秦建国此刻正经历着冰火两重天的酷刑，皮肤上是千万只蚂蚁啃噬般的奇痒，肠胃里则是翻江倒海的剧痛。巴豆的药效发作极其猛烈，根本不给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爸，你忍一忍啊！我要不行了！秦建国双眼翻白，呼吸急促，剧烈的过敏反应引起了气道水肿，加上腹部绞痛带来的血压骤降，他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紧接着，伴随着一声难以名状的闷响，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瞬间在车厢内弥漫开来。我的天哪，爸，你拉在车上了！秦建国根本无力回应他，那件价值2万块的高级唐装此刻已经被污物浸透。他翻了个白眼，脑袋一歪，彻底昏死在了副驾驶上。爸，你怎么了？秦婉，还愣着干什么？打120啊！快打120！急诊室外，秦婉头发凌乱，踩着高跟鞋在走廊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我则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头，一副惊魂未定、极度自责的模样。身上的衣服还沾着秦建国失禁时的污物，散发着阵阵恶臭。秦婉指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地骂道：“林大勇，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就在这时，一个医生拿着病历本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谁是秦建国的家属？我是他女儿。医生，我爸怎么样了？秦婉猛扑过去，医生眉头紧锁，眼神严厉地扫过我们两人。病人过敏性休克，不过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你们这做家属的怎么搞的？病人对一种蛋白有严重的接触性过敏时，居然还让他穿纯真丝的衣服。秦婉猛地转头，死死盯着我。不仅如此，病人还伴有严重的急性肠胃炎。我们给他洗了胃，在胃液里发现了疑似巴豆的成分。巴豆，林大勇，是你早上做的小笼包和豆浆，你故意下毒害我爸！秦婉惊呼出声，随后他像疯了一样冲向我，双手死死揪住我的衣领，尖叫道：“我顺势被他推倒在地上，抬起头时眼眶已经通红，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婉，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那早饭是我凌晨5点起来辛辛苦苦做的，咱们3个人都吃了，为什么你没事我没事，偏偏爸吃出了问题？再说了，那衣服是爸自己非要买的，你当时也在场，我还拦着不让买，他为了这事儿还骂了我一顿，我怎么可能害他啊？”我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你就是故意的，你怀恨在心！秦婉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引得走廊里其他病人家属纷纷侧目。医生和护士看着秦婉这副泼妇骂街的模样，再看看我为了救丈人弄得满身污物，此刻又哭得可怜巴巴的样子，眼神瞬间变得鄙夷起来。这位家属，请你控制情绪，这里是医院，你丈夫为了送老人来医院，弄得一身脏都没嫌弃，你在这儿没有证据的瞎嚷嚷什么？老人在外面乱吃了什么东西也是有可能的。秦婉被噎得面红耳赤，他当然没有证据，豆浆壶早就被我冲洗得干干净净，那套衣服也是秦建国自己坚持要穿的。我瘫坐在地上，看着秦婉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那头复仇的野兽正在畅快地咆哮。秦婉，这仅仅是个开始。秦建国经过抢救，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还没醒过来，此刻正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秦婉在病床前守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烦躁地看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嘴角那一抹难以掩饰的笑意，甚至不自觉地哼出了一小段轻快的调子。自己的亲爹还在昏迷，他居然在笑。大勇，我先下楼去给我爸买点清淡的粥，一会儿他醒了就能喝。直觉告诉我秦婉的反常绝对有问题，他前脚刚出门，我就悄无声息地跟了出去，一路尾随他到了医院后面的小花园。秦婉果然没有去粥铺，而是兴奋地扑进了一个染着黄毛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的怀里。阿哲，想死我了！你老公没发现吧？你家老头子死没死啊？哎呀，别提了，老头子命大，洗了个胃抢救过来了。林大勇那个蠢货还在病房里哭丧着脸自责呢，他个窝囊废能发现什么？我躲在树后死死咬着牙，胸口的怒火几乎要将我五脏六腑都烧穿。秦婉，你不仅恶毒跋扈，还在我头顶种了一大片草原。随后我掏出手机，打开摄像功能，将镜头对准了那对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廉耻的两个人。录完这段视频，我并没有冲出去拆穿。经过这几天的蜕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打蛇不死，反受其害。仅仅一段在医院花园的视频，最多只能证明他作风有问题，还不足以让他净身出户。我要完整的、不可辩驳的铁证。趁着秦婉还在和阿哲厮混，我飞奔出医院，直奔全市最大的电子城，花高价买了一套最先进的微型针孔摄像头。回到家，我动作麻利地将摄像头装到烟雾报警器里，确保能对全家无死角拍摄。一切布置妥当，我又满头大汗地跑回了医院。傍晚时分，秦建国终于醒了。爸，您可算醒了，吓死我了！你个畜生，我要报警抓你！爸，医生说了，您是对那件蚕丝衣服严重过敏，加上可能误食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才会这样的，这真不怪我啊！衣服是您非要穿的，饭咱们是一起吃的。你还敢顶嘴！秦建国气得直咳嗽。好了爸，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爸，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大勇笨手笨脚的又做不好，我现在回家亲自给您熬点营养的鸡汤送过来，您好好休息。
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孝顺。林大勇，你就在这给我端屎端尿，好好伺候。哎，爸您放心，我肯定好好伺候你。秦婉再次急匆匆地走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回家熬鸡汤，只怕是熬野汉子吧。秦建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我坐在床边的陪护椅上，掏出手机点开了监控画面。果然不出我所料，阿哲出现在了我家。画面里不堪入目的场景配上极度清晰的收音，简直让人作呕。我死死盯着屏幕，深吸了一口气，开始酝酿情绪。我突然摘下耳机，极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叹什么气？我还没死呢。我没理他，只是死死盯着手机屏幕，双手开始剧烈的颤抖，眼眶瞬间憋得通红，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大颗大颗地砸在屏幕上。造孽啊！怎么会这样？我不活了！我用双手捂住脸，压抑而痛苦地抽泣起来，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床上的秦建国听得清清楚楚。你嚎丧呢？林大勇，你发什么神经？我猛地抬起头，双眼通红，像一头绝望的野兽一样看着他。爸，我对不起您，我没用，我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婉婉怎么了？秦建国眉头一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爸，这日子没法过了。我故意把手机掉在床上，让秦建国看到这精彩的画面，又赶紧捡起来，死死捂在胸口，死活不给他看。您别看，看了您受不了的。秦建国这种掌控欲极强的人，哪里受得了这种女玩？他猛地直起身子，不顾手背上还扎着针一把向我抓来。拿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搞什么名堂。我故意挣扎了2下，最终无奈地松开了手。手机里清晰地传出了他的宝贝女儿秦婉令人作呕的笑声，以及两人对秦建国毫不留情的咒骂和嘲笑。老东西平时那么抠门，这次住院正好爆点金币出来。就是，等他死了，这房子和他的存款就都是我们的了。秦建国浑身猛地一僵，眼睛死死瞪着屏幕，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引以为傲、处处偏袒的女儿，不仅在婚内犯错，竟然还盼着他早点死。他一辈子最看重面子，此刻他引以为傲的面子和亲情被碾成了粉末。畜生，畜生啊！秦建国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双手死死捂住胸口，脸色瞬间憋成了紫黑色，心电监护仪瞬间发出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数值开始疯狂跳动。我只是想让秦建国看清楚秦婉真面目，没想到他会血压骤然飙升，直接引发了脑溢血。医生，快来人啊！我爸不行了！急救进行了整整1个小时。当主治医生摇着头走出抢救室时，宣布了患者突发严重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的结果。3天后的葬礼，天空阴沉沉的飘着细雨，秦婉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跪在秦建国的墓碑前，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爸，你怎么就这么丢下我走了呀？你让我以后可怎么活呀？周围的亲戚纷纷落泪，感叹秦婉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女儿，但我却站在人群后冷冷地看着她那拙劣的表演。只有我知道，她这几天根本不是在伤心父亲的离世，她每天都在疯了一样的翻找秦建国的存折、银行卡和房产证。她恐惧的仅仅是失去了这个可以随时给她撑腰核爆金币的靠山。而我在筹办葬礼的这几天里，一刻也没有闲着。我不仅拷贝了所有的监控视频，还趁着秦婉熟睡时，用她的指纹解开了她的手机，将她和阿哲长达1年多的聊天记录，以及秦婉偷偷转给阿哲的10几笔巨额转账记录，全部打包发送到了我的备用邮箱里。证据链彻底闭合。葬礼结束，人群散去，秦婉站起身，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怨毒。她转过头，死死盯着我。林大勇，我爸的死你脱不了干系，等办完丧事，咱们走着瞧。我迎上他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好啊，秦婉，回家以后咱们确实该好好算算账了。葬礼结束后的第2天，秦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沓存折和银行卡，眼里没有半点刚失去父亲的悲伤，反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那是他昨天趁乱从秦建国的遗物里翻出来的。林大勇，我爸的后事办完了，咱们也该算算账了。秦婉把银行卡往茶几上一拍，趾高气扬地看着我。我爸那20万首付加上这套房子的增值，你现在立刻给我折现，否则我就报警说你蓄意谋杀我爸。我看着他那副丑陋的嘴脸，冷笑了一声，走到茶几前，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重重地甩在他面前。好啊，咱们是该算算账了，把字签了。秦婉看着我递来的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那一栏赫然写着女方自愿放弃所有财产。秦婉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随即尖叫起来：林大勇，你疯了吧？你提出离婚还要求我净身出户，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告诉你，过错方是你，是你害死了我爸。哼，秦婉，倒打一耙，这招你用的可真是炉火纯青。既然你不到黄河心不死，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掏出平板电脑，点开了一个视频文件，随后将屏幕转向他。画面里是他和阿哲在一起的场景，甚至还有两人对秦建国恶毒的咒骂。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装了监控？别急，精彩的还在后面。我滑动屏幕，调出了另一份证据，这是你和阿哲长达1年多的聊天截图，还有你偷偷从家里挪用给他买车的18万转账记录，婚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秦婉，只要我把这些交给法院，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秦婉慌了，她猛地扑过来想要抢夺那些文件，却被我一把推开，重重地跌倒在沙发上。我逼近她，声音冷得像冰。还有，你真以为你爸是吃巴豆或者穿蚕丝过敏死的吗？医生抢救的时候就说了，你爸是突发脑溢血才去世的。你爸是在看到这个视频才积极身亡的。秦婉，是你亲手气死了你最引以为傲的亲爹。不可能，你骗我！秦婉捂住耳朵，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后退。是你放给他看的，是你杀了人。你可以去报警，看看警察是抓我还是抓你这个伙同他人谋划亲爹遗产的毒妇。秦婉彻底瘫软在地，过了好半天，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慌乱地掏出手机。阿哲，对，我还有阿哲，
我爸的卡里还有几十万，阿哲会帮我的。他颤抖着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里传来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怎么会关机？秦婉疯狂的重拨，我怜悯的看着他，像看一个可悲的小丑。别打了，昨天下午阿哲卷走秦建国留下的钱财逃离了，你放在他那里的银行卡，连同你爸保险柜里的现金，全都被他拿去填了高利贷的窟窿。他人现在估计已经在去国外的偷渡船上了。不可能，阿哲说爱我，说会娶我的。秦婉崩溃的大哭起来。这世上除了你那个被你气死的爹，还有谁会无条件的容忍你这种自私自利、嚣张跋扈的女人？签了吧，别逼我把这些视频发到你亲戚朋友的群里，发到你公司的内网上。秦婉彻底绝望了，她看着我冰冷的眼神，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反抗。她颤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净身出户。听说后来她因为气死亲爹的丑闻在亲戚圈里传开，众叛亲离，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极其凄惨。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赶走秦婉的当天下午，我就给乡下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妈，您收拾东西，我明天开车回去接您，以后咱娘俩在城里一起生活，我向您保证，以后再也不让您受委屈了。起初母亲还有些拘谨，生怕踩脏了地板，但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告诉她：这是我们的家，以后这个家您说了算。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悉心照顾母亲，每天下班变着花样给她做可口的饭菜。也许是因为我放下了执念，也许是因为我终于找回了男人的骨气，我在工作上越来越顺利。因为谈下了一个大项目，公司直接给我升职加薪，我的薪水翻了1倍。周末，我妈端着一盘刚切好的苹果从厨房走出来，笑着喊我：大勇，别看电脑了，歇会儿吧，吃点水果。哎，来了，妈。属于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